峰哥你好，最近有段关系上的事儿，想问你从旁观者的角度分析下。我和一个女生前段时间相处的比较亲近，聊天、吃饭、打游戏都比较频繁，后来对她产生了好感，也表达心意。她一开始没有完全排斥，后来因为一些事情，她明确告诉我不想发展成恋爱关系，希望事情就这样过去。我当时表示理解和尊重，之后我们基本断联，她也取消了一些社交平台的关注和互动。我现在纠结的是，我想等她考完之后给她发条消息，主要想事后道歉。我意识到自己在那段时间其实处在一个很迷茫的时期，找不到人生方向，于是把这段关系看得太重了，也把很多情绪和自我价值寄托在他身上，所以可能给他很大压力。我想告诉他，我尊重他的决定，也不会再往恋爱方向推进，只是想为之前给他带来的压力表达歉意，顺便感谢他的陪伴。但我不确定这个道歉会不会夹杂着想重新建立联系，想让关系别那么尴尬的期待。如果我为了让自己心里更好受一点，这条消息反而会打扰他，给他压力。所以我想问，这种情况下，我还应该在考完之后给他发条简短道歉信息吗？如果发，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，你道啥歉呢？男欢女爱人之常情，我喜欢你，我做错什么了，是吧？就是你这个道歉反而会让女生更烦，你都知道自己会给她带来压力，说啥呀？啊，是的，你错了，以后好好改正吧。啊，你不应该向我这种大美女表白，她能说啥呀？你这种东西看似道歉，其实是把女生放在这个火炉上继续煎烤。啊，好像你多苦啊，你给他带来多大压力呀、你多不容易啊，你压力大呀，哎，你这个什么，弄坏了你们这层关系啊，给人看苦大仇深的，轻松一点啊 ，Don't be so serious， 别整那么严肃，就是你都不如说考完了呀，早出来咱吃烤肉去，完事儿了呗，约出来该吃吃该喝喝，然后分开的时候潇潇洒洒的，拜拜啊，改天有机会再约，是不是？有好感，自然吃喝的时候话题还能唠上，还能续上。就是那天有个笔友啊，叮了当啷给我写作文，说峰哥，我想跟你做朋友，咋地的？我巴拉巴拉巴，咱们有共同语言，所以说咱们能做朋友，咱们有高认知，我也创业成功了，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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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说你看啊，我线下都跟10多个笔友吃过饭了，他们是给我刷过很多钱吗？是不是？他们是成功人士吗？是不是？也有学生。也有留学生，啊，也有各种白领。我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人嘛？那他们为什么能见到我？为什么能跟我合影啊？他说，因为我跟他们不一样，我不想和你当泛泛之交啊，我要和你当 soul mate， 我要跟你当灵魂伴侣，给我恶心坏了啊！我当时差点给他拉黑了。我说咱们连泛泛之交都没有，怎么就一下深入成朋友了呢？什么逻辑呀？是吧？那我组织活动，各种在那个宝安体育场跑步，那都。有多少次了呀？那所有笔友来跑步都能看着我，啊，有的时候在外地吃饭，那人家有心人自然就来了，是吧？你突然说我要跟你成为好朋友，咱们有共同话题，可以互诉衷肠，给我吓着了。我一个男生我都感觉到闹心了，啊，你别说你写那东西给女生了，那得老闹心了。峰哥，我难受坏了，我牡丹26年了，前段时间家里介绍个对象，见我约过2次饭，聊天的时候挺好的。第一次是我请，第2次他主动结账，但是连手都没牵上，都说牵手很轻松，我咋觉得这么难呢？总感觉上来直接牵女孩的时候会很冒昧，到底过马路的时候就拉着他手呗，那很危险呐。而过马路的时候你记住啊，任何时候你都要站他外侧，就是车和他之间那个距离，就是帮他挡着点，然后很自然的牵上手。牵上手过了马路之后就不松开了，啊，一般女生也不好意思甩手的话显得太无聊了，或者显得太小家子气了，啊，或者显得对你反感了，那不太好。就过马路的时候就行了，或者对登山也可以，登山的时候他有些台阶上不去，你拉一把不是很正常吗？再就是看电影，点一桶爆米花，俩人一起拿爆米花的时候，难免手会碰到手，碰着就拉上呗。拉着一直拉着，别松着就行，啊，很简单。峰哥呀，本人是霓虹的刘港 C， 前2天在好酒吧里被一个霓虹大姐姐搭讪，说因为我身高很高，190，聊了1周在一起了。她很有钱，每个月给我60万日元让我花，平时也养着我，给的钱基本没地方花。我自己家里也挺有钱的，在上海有几套房，被女生养着，感觉像是宠物，虽然很舒服，但每天也有情绪价值。但是想要感觉人生精彩自主，怎么办呢？法修三塔是不是？随便啊，随便呗。你干啥都行。
，Goat 耶夫说峰哥，我跑外卖攒钱见他，他非要我上班打电话，下班陪他聊天，累死了。到现在吵架，他特别粘人咋办呢？妈呀 ，unbelievable 啊！还有特别粘外卖员的呢，那他是干啥的？我能冒昧的问一下吗？啊，你是兼职做外卖员吧？你哪来那么大魅力呀？真正跑外卖的有对象都不多呀。跑外卖的我是接触太多了，基本上都是在深圳，不说租房子，都住的是分隔间，甚至是上下铺，一个屋住了4个人，住了5个人，然后他自己整个小电动车，咣咣天天出去跑，在家睡的时间都少，有的时候在麦当劳趴一会儿，有的时候在肯德基趴一会儿，有的时候直接就躺什么这个那个取款机那个 ATM 的小屋里睡一觉，啊，我是真没见过说外卖员谈恋爱还被人黏着的。那你属实挺幸运的，咋这么了解呢？我经常去啊，就咱很多笔友干外卖的呀。Goat 耶夫说峰哥，我是大学刚毕业之后回家分开异地了，之后过生日才找的兼职外卖，一单4块钱，累得要死。之后他总是跟我吵架黏着我，我想是准备考公之后兼职1个月赚点钱，之后过生日碎片好学习。可是我俩总吵架，还有办法解决不呀？那你就实话实说呗。你说我现在为啥跑外卖不能陪你玩啊？因为我如果不骑这个单车送外卖，我就养不了你。我如果陪着你，我就没钱给你过生日，左右为难了。我左手外卖车，右手是你，对吧？左右为难，没办法。这个峰哥啊，我前女友订婚了，之前因为考公务员和他提分手，各种联系方都删了。他通过各种手段联系上我，我今天看到他订婚了，想起了与他订婚的点点滴滴，很想他，怎么办呢？我很后悔没有好好对他，之前说给他买 Apple 手表也没买，感觉对不起他，要不要再给他送一个手表啊？送一对吧，婚礼的时候给新郎新娘送一对，话就别说了啊，别说我错过他了啊，是不是？你好好珍惜。那好像是到婚礼上刻意给人添堵似的，直接送一对就行了，让他祝他幸福。峰哥看私信漏了2个 IC 啊，看看这个 C 开说什么？没发过来。峰哥，小红书上认识一个，聊天几天，感觉性格很合适，他对我温柔，经常叫我宝宝，我晚上拉他一起听歌也没拒绝。然后有一天晚上我拉他一起听歌，他给我推荐一首歌词非常露骨，我以为他对我那啥，但是不爱主动，就很直接表白了，结果很戏剧。他说他喜欢男生，我确实是男生，但是我比较喜欢用女生头像，也就是说他看我头像一直以为我是女生，把我当闺蜜看待了。那些很温柔的私话和亲密的昵称都把我当闺蜜的前提下，后来我还问他愿不愿意继续交往，他说只能当普通朋友，关系一落千丈。我有点阶段反应，就像从4维空间跌回来一样。之后遇到女生再也没有那种感觉了，咋办呢？网恋呢？你还拿个女生头像跟人家网恋，你不纯粹有精神病吗？连男女都不知道都敢谈恋爱，你是不是连照片都没见过呀？啊？你谈恋爱起码得见面呢。对呀，你是网恋，你说啥呀？没啥好说的。PVQ01说啥了呢？PVQ01，峰哥有个大学认识的女生，当时她对我有好感，但是很多年没联系了。最近突然和我聊了一下，问我在哪儿工作，还让我去找她玩。峰哥一时兴起还是什么呀？分析一下，跟男朋友闹别扭呢。就是女生，我跟你讲啊，一闹别扭就给自己有任何好感的男生群发消息，散播自己的魅力。谁来搭理他了，他就有一搭没一搭的。他也是在这转移注意力呢。可能他还会来峰哥直播间问峰哥，我跟男朋友冷战呢，他不搭理我，我怎么转移注意力啊？我说给你的以前啊有好感的男生发信息，给舔狗备胎发信息，一回你这不是都来陪你了吗？对，转移注意力吗？大家不也是经常问峰哥吗？峰哥，我忘不了前任怎么办呢？我说赶紧找新的呀。这时候你也给以前有好感的女孩、喜欢的女孩、舔过的女孩，是不是啊？兄弟的前女友，哐发信息，最近在干嘛？在忙什么？有时间来我的城市啊，我找你吃饭，好不好啊？叭，给3、5个人发，有1、2个回你就唠上了。
这个疯爹，我有个神人室友，985本硕，现在是杭州职高老师，自身条件还行，但是很自卑。99年牡丹处男，183，200斤，情商不低，不自律，天天标榜自己风心所爱，拒绝快餐恋爱，转头疯狂刷恋爱博主学套路，下班跑顺风车认识个固定女乘客，对他很心动，女生加班他硬陪，要他搭话又畏畏缩缩，现实碰见女生局促坐立不安，私下俩人孩子名字都想好了，但是只敢跟我们说，催他主动就一堆借口，自我内耗，光想不做，纯自我感动。麻烦峰哥狠狠点醒他，给他支点招。200斤大胖子，先减肥吧。183的话，减到160斤、170斤就行。胖没自信、自卑是吧？就是人一胖，给人感觉就不精神，就给人感觉就是很黏，倒不是说怎么地呀歧视啥，就是一胖就不精神，就是容易没自信。再一个，你一开始开车就是个司机了，地位不平等，不建议司机去撩顾客，不合适。因为司机撩顾客，你从女的角度来说，他也不会高看你一眼。女人对男生需要的是崇拜、慕强，谁会去对一个司机感兴趣啊？还是建议在一些正规场合大大方方认识女孩，不是说我拉2趟顺风车我就能认识女的了，我就能跟女的发展啥了？你说啥样女的她能找滴滴司机呀？别干这种事儿，得不偿失，都不如泡健身房。健身房认识女的还有可能，那起码他不知道你啥经济条件呢，不知道你啥水平啊。你跑滴滴的，我默认就是你，是不是？你跑滴滴的嘛，就是司机嘛。对，女的普遍慕强，别干这种事儿。